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瑞爷。我们今天来测之言，不过这个是测试伺服器，所以主要武器还是要以上线的时候那个系数为准。这个大概只是参考一下，因为很常会改动。OK， 那这边的攻击力是2581，我用铁甲教官。OK， 那我们就来直接测试一下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星数，它这边是5红了。那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，它这个东西对人类 BOSS 会有额外的加成伤害，所以之前这把武器系数非常的高。测试伺服器的测完的结果大概是13到18，练满的话，所以是非常的强。连火炮就是击到满时间也才 16.8， 就是17而已。它这个你只要一直暴击，全版的话可以达到18，还蛮扯的。好，然后重点是还额外对人类有在加成，所以很夸张，打人类会特别的强。好，那这边突破的话，等一下就来试试看。我们先来说这个斩击加1次数，我们大家可以算一下。然后在这个彗星加20%彗星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提升多少伤害。重点是这个3阶啊，这个突破3阶之后会有300点的火系攻击力加成，这代表你如果抽2把，左边1把，右边1把，2把之言，你就会超级猛，按完直接加600攻击力，所以第2把放出去会特别强。然后突破4的话，直接纯加10%伤害，那这个其实可以不用测。那第5个就是再加彗星20%，这个通常都是最强的，彗星几率加10%，然后彗星伤害再加20%，这个每次都测完都是最强的提升。OK， 那我们来直接打看，如果什么都没练的话，单纯抽到1把会达到多少伤害？好 ，Warring， 我们这边测试新武器的重任就要交给我们的铁甲教官了。好，打完这个伤害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伤害是多少呢？22248 ，OK， 2248，我们用22248除以这个2581。等于系数 8.6， 他如果完全没练过的话，伤害也是不错的，还有 8.6， 这已经跟苦无全练满再暴击伤害差不多了，这个有点夸张。那我测了几次都是这个伤害，所以我们没有问题，系数 8.61。那不过我们可以再换一个角色试试看，看看是不是这个铁甲教官的问题。好，我这边换好苍牙了，3199，那我们来试试看，如果用苍牙去打的话，是不是也是打出8点多的伤害？好，我们来到王这边了，直接放出去。好，打的伤害看起来是蛮高的。好，下去。好，这边伤害出来了，27294除以这个3199，27294除以3199。好，我们可以算出来系数是 8.53， 我们来看一下跟刚刚是不是差不多。刚刚是那个铁甲教官是 8.61， 应该是差不多的，这差一点点，这个尾数差个 0.08。那我们就继续用回铁甲教官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直接给它突破1哦，斩击数加1，我们来看看斩击数加1这个1会提升多少系数。攻击力一样是2581，那我们就开始。好，我们这边到王了，刚刚我们打出来是 8.6 嘛，那我们这边来打看。好，多1发，这个伤害好像看起来还是不错的，应该可以多个系数1点多，我猜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伤害是2770，然后除以这个2581，是不是？我们看一下2581，哇塞，突破1阶，这个伤害变超高所以这个武器基本上你一定要抽到2把，我觉得它一个从 8.6 直接提升到变成 10.7， 就等于多了系数2如果保底系数是10，然后还可以打背板的话，这把武器真的很强。这个哇，有点猛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下一阶突破会到多。OK， 下一阶突破是这个彗星一击率加20%，这个东西很恶心。那它这个武器至少保底是 10.7， 保底 10.7 的情况下，那是真的蛮强的。好，我们就来看看会不会暴击吧。来吧，暴击！有爆一个，中间是有爆一下的。我们来看一下中间爆了一下，大概伤害会变多少？哇，29505，太夸张了吧？除以这个2581。11.4啊，我才爆了一下就变成11.4了。那如果只要中间再爆个2-3下，那不就很夸张 ？OK， 这个我们再测一次好了，我再试一次。好，我们这再测试一次突破2。不过这提升也只有没有突破1这么大。哇，爆了第1下跟爆了第2下，那这次爆的更多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可以提升多少伤害，因为刚才这样算起来，其实也才增加了 0.7 的伤害啊。31761除以这个2581，哇，12.3，又再多了 0.7， 所以基本上你每多爆一下就是提升 0.7。那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算出来，我们大概粗算一下就好。它10.7是这个基础没有暴击的嘛，10.7，然后它总共会砍4刀，所以4刀乘以这个
0.7，我们大概是0.7， 4到0.7，就是加 2.8， 7 4 28加 2.8， 13.5， 哇塞，就是你运气够好，4下都爆，应该可以达到 13.5， 但不太可能运气那么好了。他砍4下嘛，然后 20% 的几率，其实期望值来说应该就是11，就是应该说他打出到 11.4 的几率是蛮高的。然后如果综合来说，我觉得应该系数会也是落在 11.5 左右，因为你有可能全部都没爆，全部都没爆就是 10.7 嘛，那你只要爆到一下就 11.4， 那也是蛮不错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再突破一下会发生什么事。好，我们要突破第3阶了，就是加300的火系攻击力而已。我们来试试看加300火系攻击力会对系数提升多少的影响。好，这个是增加火武器攻击力系数的，我们看一下会不会暴击哦。哇，爆了2下。好，我们爆了2下，那我们拿爆2下的标准去算。好，我们来算一下哦，35258 35258除以这个2581 13.66，它原本是这个，我们刚才如果爆2下大概是 12.3， 又多了系数 1.3， 其实我蛮希望它不要暴击的，这样才可以看出来大概系数提升多少。好，那我们再试一下看看可不可以不暴击啊。今天怎么运气那么好，一直暴击？照理来说啦，应该不暴击的，就是都没爆到几率应该才是比较高的。奇怪了，没爆。OK， 终于正常了，因为 20% 的几率你乘以4也才 80% 啊，不太可能都暴击的。好，那都不爆的话是30751，算一下哈，30751除以这个2581，好 11.91 啊。那如果原本都没爆的话，是可以打出这个 10.7， 所以系数增加了 1.2， 那就是纯加 1.2 啊，不管你打多少都是加 1.2。那这个突破到这边的 CP 值比较高哦，就是突破到有增加火属性攻击力的 CP 值会比那个还高，会比这个2到3的，不对，不是2到3，这个1到2的 CP 值还高，因为这个会心一击率其实常常不会发生的。然后这个可以在，如果你有的话，有资源的话可以再抽到3，我觉得不错。而且如果有2把，那这真的可以更强。第二把就不是加 1.2 了，第2把是加 2.4 了。OK， 那这边直接提升 10%， 直接提升 10%， 我觉得是可以不用测了。这个就刚刚所有的伤害再乘以 1.1% 这样，不就乘以 1.1。比如说我们来算一下哦，刚刚这样子打出来 11.9， 那我们刚才如果已经是突破完的话，我们乘以 1.1， 好，就会变成 13.1， 所以基本上都可以知道伤害是多少。那我们来算一下，如果都不暴击的话，都不暴击是这个啊，刚刚那个就都不暴击了吗？那很简单，就是都不暴击，你突破4就会是 13.1， 你保底就 13.1 啊。那突破5，它也没有提升最低的伤害，所以 13.1 基本上13就是这把武器最低下限，跟鬼一样，13是最低下限，而且在4的时候就是已经是13最低下限了，然后3的话就是 11.7。那建议是，如果能抽到4就抽到4，分2次抽，等它复刻再抽，先抽几个出来，然后复刻再抽，资源是花最少的。那这个最后应该这个就是看暴击率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吧，试试看我们的手气能不能爆起来。好，我们最后来这个王这边啦，来看看最后的是多少。有爆一个，好，我们爆一个看看伤害会提升多少。哇，37056除以这个2581等于 14.3 啊。那我们刚才说了嘛，如果没爆的话是 13.1， 那爆一下就是 14.35， 所以它等于爆了一下加 1.2。OK， 那我们很简单的就可以算出13加4次的 1.2 就是 4.8， 17.8 差不多，但其实更高，因为刚刚爆那一下不是最痛的那一下，所以我算完之前打完就是看别人的测评也是就是 18.1， 那它的系数大概落到13到18之间，然后因为它的几率已经变成 30% 了，所以它4下基本上一定会其中有1下会暴击，所以它的期望值已经会超过这个，就是它期望值会超过它最低的伤害，所以它期望值应该是14，所以等于这把你练满就是变14，至少14，除非你真的很衰啊，不然这 30% 几率你打4下应该至少要敲到1下吧，然后就是14到18这样。好，那非常推荐抽到4阶，如果这个东西都没有改的话，这个4阶是一定要抽到的，因为这个还可以大大提升龙焰小黑的攻击力，比火炮还强。但火炮一定还是有它的用途，因为火炮它可以直接存
必定打出16，这个东西还是有机会打不出16的，要看关卡。不过如果是要打刀客，就是配刀客的话，这把应该是强更多，因为这把如果你左手抽一把，右手抽一把全满，然后你再配刀客，伤害什么随便敲应该都是超过火炮的伤害，而且火炮不能连放，这个东西应该是可以连放的。OK， 那今天的测评就到这里，我们郑师傅来的时候再测一次，除非没改动，没改动我们就再大概做一次减评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